这一集分享零成本存股系列实战第12集，股票代码2451，创建资讯股份有限公司。从基本面来看，创建资讯过去一直保持非常稳健的财务表现。我们认真观察后发现，创建具有长期稳定获利的能力，所以将其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中。自2022年持股至今已经有不错的表现。我们先来看对账单，我的投资日期是2022年4月25日及7月6日。第一张买在 71.6 元。第二张买在58元，第一张有参与到2022年7月4日的除息6元，两张都有参与到2023年7月6日的除息 5.6 元，两张总投入成本扣息是112510元，成本均价是 56.20 元。近期学习到买入成本价不能扣除股息，我目前是使用凯基证券系统，凯基系统除息后会自动从成本中扣除股利金额，目前永丰证券也是，所以系统上成本价是以除息价来计算的，所以说明 56.2 元是我的心理成本价。真正的成本价应该是 71.6 元加58元除以2， 64.8 元。由于我这2年领到的股利都已经填息，股利金额可当作资本利得来计算获利。其实本质上是雷同的，只是要留意不要重复计算股利和价差。倘若已经从成本中扣除的话，计算获利时就需要将股利排除，避免重复计算获利。如果不留意的话，可能会重复计算2次股利，不小心放大自己获利的金额。由于凯基系统会自动从成本中扣除配息，为了方便计算，我使用凯基系统上的成本价来计算未实现获利，只计算一次价差资本利得的获利。我在选股时发现，创建近7年的平均股息配发率有 104%， 股利一直配得非常好，时常连资本公积都配出来给股东了，应该是佛心公司了吧。我们发现只要公司有赚钱，极大部分都会回馈给股东，所以想当然尔，创建这种好公司，绝对是值得列入存股清单里头的。我们说明一下，为什么要买创建。我们方才提到，只要公司有赚钱都会回馈给股东，公司近7年平均股息配发率达到 104%， 这种佛心公司绝对是值得我们力挺的。另外，有看过零成本存股系列的投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存股策略是进可攻退可守，创建过往的防守表现相当的好，符合进可攻退可守的选股策略。我们谈一下，为什么要优先考虑防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，防守反而意想不到的给予比进攻更好的效果。比如23年高股息系列的表现就比大盘表现来得好，我340万存股系列的布局，很幸运的跟上这波浪潮，这2年的表现远远胜过大盘。不过我心中的定见告诉我，只要我们拉长时间轴来看，全指股大盘的表现，往往还是会超越高股息类型的表现的。我们看今年大盘就开始后来居上了，到今天2024年5月27日，大盘已经起涨接近3成了。我们观察今年高股息中表现最好的00919，目前涨超 18% 的报酬表现。虽然也是非常的亮丽，但仍然落后大盘不小幅度。我340万存股账户的投资策略是用股利来支付房贷本金加利息，所以有稳定的股利现金流才是我这个存股账户中最重要的。我在观察一家公司的防守功力，会用长期股利殖利率来评估，只要评估有机会稳定大于 6%， 我就会把它列入值得存股的观察名单。在2023年高殖利率股都开始涨翻天之后，我有降低殖利率的要求目标，在与时俱进的状况之下，我修改设定以 5% 的殖利率标准来评估，用公司能否长期达成 5% 殖利率来筛选，只有符合设定标准的公司，我们才列入存股的观察名单。我开始买创建时，2021年股利已经公布了，配息6元除以 71.6 元股价，殖利率有 8.38%。我们抱住进可攻，退可守的长期投资策略，在股价下跌时进场。由于已掌握公司股利政策长期稳定，知道公司有机会稳定 6% 殖利率输出，才可以考虑是否当这间公司的长期股东。2021年创建在 COVID-19 的影响之下，股利创下近10年的新低，只有 3.05 元。但我观察创建近10年的股利经常在5元以上，所以评估公司有朝一日，公司营运回稳之后，一定可以回到5元以上的股利配发。只是这是我们自己的评估和预判，由于没办法确定是否一定如自己预期，所以没有重压。我们知道本大利小利不小，能重压20张、200张，获利才会真正可观。我们零成本系列实战分享，重在选股逻辑与存股心法的分享。只要您能融会贯通，一定可以不断的找到可以零成本存股的股票，并且根据自己的财力状况来布局。在要正式成为公司股东之前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一定要事先的确认，公司的财报一定要是可以被信赖的。我们从财报中分析公司的获利数字才有意义。不过我们从公司能稳定配发股利中，其实已经算是筛选过一轮了。倘若公司不是货真价实的获利，通常是没办法长期稳定配发出股利的。小心不蚀本。
我们还是细心的看看会计师查核财报的意见。创建是老牌公司，我们相信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看一下年报中会计师查核意见，其实毫无意外的，都是无保留意见。我们了解公司财报查核正常，不会有做假账的疑虑，才可以安心的来投资公司。我当时观察创建的营收表现，2022年上半年较2021年同比下降 10%， 在当时是不知道创建会衰退多久，股价会跌多久，这些讯息我们都不知道，只知道市场对于创建的表现是失望的，加上22年景气回调，营收明显衰退，股价一直在盘整且缓慢的往下掉，可以发现一波市场失望性的卖压，从22年初的75元一路跌到58元才止跌回升。我在2022年4月25日、7月6日透过左侧交易，在大家对公司前景失望、对业绩也不看好、市场景气展望不佳的时候来布局，在71.6元、58元，趁着回档机会布局了2张，如今获得 100% 左右的报酬，非常开心曾成为创建的股东。当时以进可攻退可守的态度来成为创建的股东，相信耐心的等待，只要遇到记忆体的下一波景气好转，我们就可以笑看涨幅，享受甜美的果实。事后来看，果然如我们所预料，不只有超过 6% 的超棒股利可以领，连股价都已经缓缓的涨上来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只会失望当时怎么没有多布局一些，觉得有一点可惜。我的零成本投资法做法是，一旦碰上题材发酵，股票上涨1倍，可以考虑选择卖掉一半的持股，拿回投资的成本，继续布局其他进可攻退可守的股票，达成零成本投资法的布局。我们成本 56.20 元，如今涨到113元，正好达到 100% 的涨幅，卖掉一半持股就可达成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今年创建第一季 EPS 达到 1.88 元，是近5年表现第4好的季度，表现非常亮眼。相信在 AIPC 的加持之下，今年创建获利会有机会做6望7抢8元。用过往配息率接近 100% 来计算，创建今年有机会挑战5年新高6元股利。倘会用购入成本价 64.8 元计算，等于创建明年有机会领到 9.3% 的股利。我续报即有机会获得 9.3% 的殖利率。由于我340万存股账户的布局已经 100% 完成，除非有持股飙涨太快，短时间获得超额报酬，否则就不再需要特别的买进、卖出，稳稳的用股利来帮忙缴房贷即可。各位投资朋友可能会想问，创建已经涨超过 100% 了，什么时候卖比较合适？我们用保守一点的估算方式来分析，创建近8年的 EPS 获利表现，8年获利均价 EPS 为 5.1 元，倘若我们去掉2019年与2020年特殊表现，则平均 EPS 上升到 5.66 元。我们可以用 5.66 元 EPS 作为创建常态获利表现。由于创建过往的本益比高点表现约在20到27倍区间，居于20到27倍的本益比期望应是合理的。5.66 元乘以20倍本益比等于113元， 5.66 元乘以27倍本益比等于152元。我用这个逻辑来算出创建过热卖出价，在113到152元间，如今过热卖出价的低标113元已到。诚如方才说明，创建在2024年第一季 EPS 1.88 元显示出强劲增长，不管是净利和每股盈余都大幅增长，公司在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取得了显著成效。接着市场需求的回升和供应链的调整，有助记忆体产品价格的上涨，进一步推动公司的获利增长。所以我们乐观的期待152元价位的到来。由于这个存股账户布局 100% 完成，我也相对没有压力，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创建到达152元，再考虑卖出一张，取回成本金额，达到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如果都没有到152元也没有关系，稳稳的领股利，每年持续有固定的现金流入，足够支付房贷的本金加利息也是很幸福的事情。接着，我们分享一个免费的投资资源，倘若你有付费使用像是大侠50的存股计算机或其他工具，会更加的方便。我们基于纯分享的理念，用免费的工具来分享，向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股票的体质检验工具——超级数字力独孤9键。请在 Google 上打上超级数字力独孤9键，接着按搜寻，然后点进超级数字力独孤9键网站，接着就可以按照 A、B、C、D、E：A 现金流量， B 经营能力， C 获利能力， D 财务结构，E 偿债能力，分析这只股票财务体制是否健全，设法避开地雷股票。如果对5大关键数字力选出赚钱绩优股有兴趣，可以去图书馆租借或者购买书籍，详细读懂关键的财报指标。相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，都可以在选股功力上获得巨大的帮助。在超级数字力独孤9键网站上可以自动生成这张图表，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出 A 现金流量，创建的现金在2021年只有 8.99%， 由于公司的翻桌率小于1，公司一年做不到一趟完整的生意，公司现金水位最好是处在 10%到 25% 之间，
才算是比较安全的现金水位。必经营能力，公司翻桌率小于1，公司算是资本密集烧钱的行业，现金水位的留意上需要特别的注意，就可以算是安全的现金水位。是以获利能力，创建产品毛利率有 29% 的水准，净利率仍有 17% 左右的表现其实非常的好。我们都知道记忆体是产业，但是创建的获利能力竟然如此优异，想必公司绝对有多角化经营。整体而言，仍有3成毛利，近2成净利，说明创建公司做的是好生意，公司有办法稳稳的获利。第财务结构，公司负债率只有 12% 不到，这说明什么？公司股东权益竟然高达9成，这说明肥水不落外人田，公司的股东是绝对力挺公司的。负债比不到 10%， 是非常安全的财务结构。现金虽稍微偏低，但看到负债比如此之低，我们就知道公司经营能力绝对受到大股东的青睐。接着我们看一下 ROE， 虽然不到巴菲特选股考核标准 15%， 但 13% ROE 表现已算不错，加上看见创建具备长期稳定获利能力，已经知道创建是坚值得投资的好公司，符合进可攻退可守的存股策略。乐观者在困难中看到机会，悲观者在机会中看到困难。我们在2022年创建逆风情况下买入，短短2年时间已经获得 100% 的涨幅，报酬我非常的满意。虽然我们部位并不到，但比较重要的地方是选股逻辑的分享。我们希望各位投资朋友可以透过我们分享的内容，学习进可攻退可守的选股逻辑，以及估算股利与估热卖出价的方法。相信认真观看的话，一定可以从影片中得到不少收获与启发。期待您善用这点启发，找到适合自己长期存股的股票。我们期待和各位投资朋友共好，一起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最后说明一下免责声明，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，投资操作需小心，请各位投资朋友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，投资理财有赚有赔。申购时请详阅公开说明书。这是慢慢变好越来越好频道，传递理财知识与幸福。如果您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。我们下期再见。